各位记者、女士、先生早安，还有我们神经科的赖主任、徐主任，还有谢医师跟吴医师很高兴大家今天能够拨空前来参加我们高雄医大学附设中纪念医院的这个记者招待会。那今天的主题是一个非常大家平常会遇到，但是会疏忽掉的一个疾病。那过去呢？我们都会把这样的一个当做一个症状，一个正常的，每个人几乎都会有，多多少少。那一直到最近这个医学的发达，才发现时常它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可以说是一个无形的杀手那主题就是打鼾这个我小孩子一直跟我讲说，爸爸睡觉的时候这个我说我没办法，我都没有听到那这打鼾呢，的确是一门学问。那在过去呢，大概都是枕边人听得到而已那现在不一样了在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纪念医院过去我们已经成立了这个睡眠医学中心呢已经有10几年了最近的这些研究呢，有一些非常突破的发现它的确是危害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杀手。那我们如果能够及早来因应，不要再把打鼾当做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大家必须习惯的一个习性，而应该是一个疾病来看待的话，我想可以对我们的社会大众、我们的这民众呢健康上面能够有更加一层的保障。那今天我们就很高兴，请到我们睡眠医学中心徐主任呢，还有这个吴医师跟谢医师来跟各位，在这个赖部长的这个指导之下来跟各位报告什么叫打鼾，如何来治疗，如何来预防，它对身体疾病有多重要。那我们欢迎我们这个神经科的团队。今天我们当然是把这个睡眠中心这么多年来的成果来跟这个记者做报告。拟定的题目叫做“打鼾可能伤脑又伤心”，听起来是个悲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是乐观的，因为这是一个可治之症，那伤脑又伤心就是我们的重点。那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脑中风很强调脑中风治疗有抢救黄金3小时，也就是当你产生缺血性的脑中风阻塞的，那我们必须在3小时之内赶到医院，而且要完成血栓溶解术。我想跑医药新闻的记者先生小姐都知道。那请问这个我们国内呢，在我们的脑中风学会、神经学会这么样的努力在进行黄金3小时来治疗脑中风用血栓溶解术，哪一种病人是最不容易拿到这个治疗的成果？第一个呢是住在偏远地区的人，第二个是行动不方便的人，第三个是睡眠中发生状况的人。其实现在我们的交通的发达，住在偏远地区也不是问题。我们高医的这个神经医学中心呢，也有支援到恒春，属地恒春这个旅游医院。恒春旅游医院的病人发生脑中风，还是可以及时的在我们高医或是到我们的这个属地屏东医院，对不对？进行这个血栓溶解术。所以3小时对住在偏远的地区，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不是问题的。那么行动不方便的人呢，现在也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政府的福利很好，所以有很多的所谓的医疗用的这种交通工具。我们的家人呢，也很多都有交通工具，有开车的，所以行动不方便的，要在3小时之内达到，大概不会是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出现在睡眠中发生中风的。我解释给各位记者先生小姐知道，如果你家就住在高医的隔壁，隔壁就是高医的急诊，你11点上床睡觉，早上5点起来，一手一脚不会动，中风了。请问你的中风有没有在3小时之内？不知道。你11点上床睡觉睡着了，也许你12点就中风了，你早上5点才知道，已经超过3小时了。但是也许你4点半才中风，你早上5点知道，那还没有3小时。所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就是你家住在高医的急诊隔壁，你被送到急诊，你也没办法让医生正确的判断你是不是3小时之内。那既然不能正确的判断，就没有一个医护人员敢贸然决定你可以抢救黄金3小时，可以让你进行血栓溶解术。所以这一种高医的我们神经医学中心里面有
两个很重要的中心，一个叫做脑中风中心，一个叫做睡眠中心。那我们是国内首度把脑中风中心跟睡眠中心做一个结合，来一起进行研究还有临床的服务。结果我们的研究发现呢，这个脑中风发生在睡觉当中，他自己不知道，醒来发觉一手一脚不会动了，不能讲话，脑中风的人呢，这一群人呢，如果他有阻塞型的严重的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机会呢，竟然是其他脑中风病人的6倍之多。这个胜算比是我们医学界常常用来这个评估它的危险性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说法，就是这个发生睡眠脑中风的人，他有严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竟然是其他脑中风病人6倍之多。6倍之多是非常高的数字。也就是说，这一群有严重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可能他也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三高。他睡到一半，眼睛张开，已经中风了。即使家里住在高一隔壁，住在长庚隔壁，住在龙总隔壁，住在义大隔壁，1分钟就送到医院，医生也不敢给他进行血栓溶血术，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黄金3小时之内来下一场。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我们称为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它有5大警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第一大警讯叫习惯性的打鼾，几乎每天打鼾，而且打鼾非常大声。第二大警讯是白天会想睡觉，打瞌睡。第三大警讯是睡眠会有呼吸不顺，好像呛到醒过来的感觉。第四大警讯是他的枕边人或家人会发现他有呼吸暂停的情形，而且常常出现，睡觉当中一下暂停，一下又恢复。那第5大警讯就是他早上起来没有饱足感，简单讲就是他怎么睡都睡不饱。那这5大警讯如果符合2项以上，就高度怀疑他可能有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项目。所以说，我们的睡眠中心在成立之后，我们有很多的病人是打鼾的病人。那这个打鼾的病人在这段时间的临床经验跟研究，我们发现打鼾已经不是一个社交问题。以前认为打鼾只是吵到床边人，以前认为打鼾只是跟老板一起去出差，结果吵到老板，他自己老板对他印象不好，他太太对他印象不好。但是现在发觉打鼾的问题不只是这些。下一场，因为打鼾其实就是上呼吸道一半打通一半阻塞的现象，也就是说打鼾就是上呼吸道不完全阻塞的现象。如果它完全阻塞，就叫做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简单的讲，打鼾可能已经罹患了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或是一个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前兆症状。所以你看这个人的打鼾，来前一张，你看这个人的打鼾，他这是一个呼吸道不完全畅通，所以我们的空气进去跟我们的软腭，还有我们的这个舌头后面的呼吸道产生的摩擦跟震动，才会产生鼾声。其实它就是一个不通的现象。下一张，那我们怎么样去诊断它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等一下各位记者先生小姐就欢迎到我们睡眠中心。我们睡眠中心有6床那这6床呢，每一个病人晚上来睡1个晚上，他经过睡眠多频道生理记录，那这就是多频道生理记录的一部分。当然它包含有很多的讯号，等一下我们会有专人再帮你们做介绍。但最主要在呼吸中止症的部分呢，就包含呼吸的气流，还有胸腹部的动作，还有氧气。你看这个人打鼾以后呢，他呼吸气流就停止了，停止之后，他的胸部跟腹部还是继续在动，想要把空气呢推出来，但是一直推不出来。那这时候你看到他的氧气就从90几掉得到80几了，甚至更严重，掉到70几。我们正常大概都是在94、95以上，甚至掉到40的都看见。那你想想看，他的夜间产生很严重的缺氧，如果他本来就血液循环不好，他有三高，有高血压、高血脂，有糖尿病，那加上晚上临门一脚这么严重的缺氧，脑部当然就突然就产生一个缺血性的脑中风，所以这很可能就是临门一脚，那是非常的值得重视的问题。下一张，那我们大概放映一下，点一下上面。这是一个教学录影带，所以没有病人隐私的问题。这就是打鼾。这就是一个呼吸中止的现象。
正常的时候，空气是可以经过鼻腔跟口腔进去的啊。但是呼吸中止症的病人呢，因为他上呼吸道塌陷了啊，一阵一阵的塌陷，所以他空气不能进去，那不能进去就造成全身性的缺氧，包含脑部的缺氧啊。那如果他还能够醒过来，他等于是一个自救的过程。如果他不能醒过来，很可能他就发生了心脏血管疾病，甚至突然死亡，都是有这样子的危险性。好，下一张。所以说，打鼾已经不是社交问题啊，但是爱睡呢，这一群人都会白日想睡。爱睡，以前我们这个台湾人或华人说，爱睡是福气，睡不着才是是这个痛苦的事。但是爱睏已经不是福气了。我们下一章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呢，白天想睡跟公共安全意外很有关系，就好像高速公路的出车祸。很多司机出车祸啊，好像这个当时阿拉斯加的原油外漏啊，还有当时的俄国的车诺堡的核电外漏，现在仔细去推敲起来，它都是一个公安意外，它的公安意外都是人为疏失为主，而且呢，在一些研究报告发现，这人为疏失里面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他会打瞌睡、注意力不集中而造成的一个意外，不像日本的这个核电啊，这个核电厂的事件很明显是一个这个天然的灾害。所以说我最近就有一个病人，他是严重的呼吸中止症，他白天非常打瞌睡啊，他以前是货车的司机，还可以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休息，但他现在是开游览车，是在大陆客到阿里山去了。他昨天回门诊就跟我讲，他一定要治疗，因为呢他在走这个山路的时候，他不能在路肩休息，那他又不敢跟老板跟那些大陆客讲说。大陆的这些来的这些访客来讲说，他有呼吸中止症，白天很想睡觉，所以他用咖啡也撑不太住。那这时候万一产生意外是非常危险。所以各位记者先生小姐，如果你们去阿里山旅游，你怎么知道那开游览车的司机是不是他呢？那你怎么知道那开游览的司机会不会是不断的撑着不要打瞌睡，有没有产生危险？所以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下一张，那这是我们高一呢有比较先进的设备。我们最先进的设备，脑部的设备，我们叫做核磁共振，或者叫做磁振造影，大家都知道英文的简写叫做 MRI。那我们的磁振造影是具有功能性磁振造影的这样子的一个检查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这功能可以看脑部活化的情形。我就简单的用2个把名字遮掉的病人啊，考虑到病人隐私。那这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做的这功能性的磁振造影。灰色的是脑组织，你们看到红色、橘色的地方，就是他在白天的时候啊，没有睡觉的时候，大脑活化的状态，所以它是相当的活化的，不管是在脑的前面，或是脑的后面，或是脑的比较的这个侧面，它都相当的活化。但是你看，这是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睡眠呼吸中止症、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啊，那你看到他的脑部的活化的情形，跟这个正常的成年人来比，是很明显的减低的状态，而这是他是在清醒的时候。特别呢是在额叶的部分，还有它在颞叶的部分。额叶就是脑的前额，是管我们的抽象思考，管我们的这个判断力的。所以这一群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他的抽象思考跟判断力一般都是下降的。那另外在颞叶的部分呢，一般都是管我们的记忆力的。所以这一群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我们的判断，我们给他做一些神经心理评估、神经心理测验，你发现他的记忆力是下降的。所以他们以后呢，会不会是越来越糟糕，会变成一个退化性的疾病，像老年失智症？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至少在国外的研究去做一些核子医学的脑部扫描，发觉这个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他的核子医学的脑部显影跟阿兹海默症这种老年失智症还有几分的相像，所以是的确值得让我们注意。那从这样子的结论告诉我们，这个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打鼾就是它的警讯。那如果它是严重的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它很可能伤心就是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特别是晚上发生的脑中风，让你来不及去做及时的判断，接受血栓溶解术的治疗，你来的再快也没用。那再来呢，对脑部也是有相当程度的伤害，可能造成脑部认知功能的退化，特别是抽象思考能力、判断力还有记忆力。那这个毛病不是不治之症，我们最后是简单的告诉大家怎么治疗。那首先，这治疗的方式就是阳压呼吸器的治疗。阳压呼吸器治疗原理很简单，就是一个会产生正压比大气压力高的这个压力的一个机器，
它把压力经过一个导管呢，就传输到鼻腔，然后经过口腔到肺部，把你这个呼吸道把它打开，让它的呼吸道的塌陷的症状得到改善。那这样的呼吸器治疗效果是相当有效的。可惜这样的呼吸器在台湾是健保不给付的，它一台比较贵的话，自动型的，我们常说智慧型的，大概要7万块钱。那如果是固定型的，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智障型的，当然有些比较便宜，也不见得是智障，大概也要3万块台币，所以不见得每个人愿意花这个钱去买。有时候呢，考虑到钱的问题呢，就不去治疗了。那再来呢，即使治疗你戴在鼻子上，当然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床边人会不会觉得很尴尬，反而床边人睡不着，或者是你戴着这个，有些人本来是睡得着，鼾声大作，但是一戴上去他变成失眠睡不着，所以很多问题真的是需要去解决。再来下一个治疗方式，那这是我们高一睡眠中心跟牙医部牙科部做了一个合作。那这个大型的合作之后，我们给这个打鼾跟呼吸中止症的病人，给他做一个叫口腔内置器的治疗。那内置器的治疗的原理就是用树脂类的东西，有点像牙套，把它套在上下的牙齿上，然后中间有一个可以用这个小螺丝去旋转的装置，让你的下巴可以往前凸。那我们简单的原理，鼾声就是这样子。当你下巴往前凸，变成台语讲的后道之后，你就可以把后面的呼吸道拉开。各位记者先生小姐可以做看看，这时候你的鼾声就会比较小一点。那这样的原理治疗当然是有效果的。不过在我们的临床经验上看到，大概是对于轻度的还有这个中度的效果比较好，但是对于中度以上，特别是重度的效果就非常有限，因为你不可能把下巴再拉，也是有它的限制。那这个呢，我们也特别把它发表在这个台湾最重要的台湾医学会杂志。那前面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打鼾会造成夜间的这个脑中风发生的脑中风，我们也特别把它发表在这个欧洲最重要的一个神经学杂志，叫做欧洲神经学会杂志。那一般大概杂志可以接受，平均都要好几个月到1年。但这个问题因为非常值得重视，我们在投稿短短的半个月、2个礼拜的时间就被接受了就被接受刊登了。来下一张。那么最后一个治疗方法就是外科手术，那跟我们的耳鼻喉科的这个3位医师做合作来进行这个手术。那这个手术当然是把这个打鼾最主要的地方就是这悬雍垂跟软腭把它做切除，另外就是把扁桃腺做切除，让你这个嘴巴张开这个开口处是比较宽大，所以呢空气比较能进去。但是呢，手术我们知道所有的呼吸中止症跟打鼾呢，鼾声是从这里出来，但是阻塞的地方不是只有在这里，在舌头的下面、后面，还有在这个喉咙的部位也都会阻塞。所以这样的治疗其实大概成功率也只有60%，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治疗。在我们的临床经验是，小朋友的治疗效果是比大人来得好的。所以说下一张看看。所以说我们这个打鼾跟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它不是不治之症，但是治疗呢是可以治疗。这3种方法，我们一定要提醒民众有这样的认知来接受治疗，因为你可以看得到，治疗都有它的一些这个死角，像量压呼吸器效果很好，要花钱带不太下去。那口腔的这个内置器呢，效果对于轻中重度的来比，也是轻度跟中度效果比较好，重度效果不好，虽然比较带得下去。那至于这个手术呢，大概治疗效果也只有60%。那如果开完刀效果不好，那又有并发症，那这样就不好了。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跟我们这个医疗团队做一个讨论跟合作，然后才能够达到很好的治疗。那前面的记者先生小姐就问我说，那难道不能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一样，你吃一个药，那就可以解决打鼾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如果说有一个药物，它可以解决打鼾的问题，可以呢解决呼吸中止症，可以改善大脑的认知功能，降低心脏血管疾病，我相信大家都愿意去吃药。所以目前在全世界，包含在我们台湾，都在努力做这方面的研究，在寻找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不是有药物可以进行治疗，或者是药物也可以辅助原来的这3种方式来达到更好的疗效。好，我今天就报告到这里，谢谢。有没有问题？好，那另外还有也是我们睡眠中心的医师是吴梦玲医师跟谢正邦医师。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问。那我们楼上12楼是我们的那个睡眠中心，如果有记者朋友想要上去拍照，还是说想要看一下他们做睡眠的检查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带你们上去看。那我们睡眠中心刚刚有准备实际的病人，包含他的影片。那因为病人我们会稍微注意他隐私，所以那个影片我们本来就不会看得太清楚。
然后你会看到打鼾的声音啊，你会录到打鼾的声音，你会看到什么叫做呼吸中止症，它的这个睡眠多项生理检查仪器长得什么样子，怎么样的记录。那等一下上去的地方会有谢正芳医师跟吴梦医师来跟大家做更详尽的说明，还有阳压呼吸器，还有我们的睡眠中心是长得什么样子，才能让病人有像在家里的感觉，那你睡起来的样子比较像家里。我们等一下都会做说明。那个睡眠的时候是嘴巴张开比较好，还是闭着比较好？这睡眠嘴巴张开跟闭着都没有说一定的好坏啊，但是很多打鼾用呼吸中止症的病人，因为他有呼吸困难的情形，所以他嘴巴常常是张开的。所以说嘴巴张开不见得好，特别是要用阳压呼吸器治疗的人啊，你从鼻子带一个鼻罩把空气灌进去，那产生一个压力要撑开，结果你嘴巴张开要漏气了，所以嘴巴张开的人常常治疗效果就会更差。那有没有办法治疗？就是让他闭着，因为那睡觉的我想最重要是要看你嘴巴为什么张开，因为很多睡觉嘴巴张开的人，他一定是有某一种程度的睡眠障碍，或者是耳鼻喉科的问题，所以要怎么让他闭着，首先要先找他原因，就让他闭着，就好像咳嗽一样啊，他不是只用止咳药，让你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咳嗽，就可以去处理。那如果平常不怎么打鼾，那如果太累的时候会打鼾，会不会有影响什么中止症那个出现？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大概一个打鼾的人啊，习惯性打鼾的人，大概有80%到90%，他一定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只是轻中重。那习惯性打鼾就是说几乎每天都打鼾。那如果平常不打鼾的，只有很累的时候打鼾，他的机会就比较小一点。但是有时候你不去看那5大症状啊，那就很难排除。假如说你偶尔累才打鼾，但其他4大症状，刚4大警讯都没有，那其实机会相对比较低。当然最准还是要到睡眠中心睡一个晚上，实地侦测，那才是一个标准的检查。如果换床就睡不好了，换床睡不好，好。对呀。但是有些我们那边就是睡眠中心，大概全世界都一样，尽量你们欢迎你们来参观哈，那尽量模拟像家里。我们病人说在家里睡不着，反而到睡眠中心睡得比较好哦。他还要付钱，说他还要付钱来睡觉。你看催眠曲。当然，我们现在也跟一些我们的产学合作啊，产学合作就是跟一些电机或工程人员在发展，能不能在家里做记录，然后利用无线传输啊，然后能够或者是说利用家里的一些电信的传输，能够及时的也能够看到你们在家里的情形，那这样就对你这个换环境睡眠会有帮助。这是下一步的研究。那个打鼾治疗过程是很久吗？还是治完一次以后就不会？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打鼾几乎都是呼吸道成型了。如果说你真的是扁桃腺很大，或者是说你真的有阻塞，那你去做个手术是有机会一劳永逸。但是呢，手术真的一劳永逸，大概顶多也是60%而已。所以代表大部分的人，他不管是打鼾，特别是合并睡眠呼吸中止症，他一旦治疗，就是一辈子的治疗，一辈子的治疗，睡觉都要做治疗。那么它有效，所以我们才需要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他才愿意一辈子治疗。那小孩子如果也会打鼾，那个没关系吧？如果他有5大警讯，还是要担心他有呼吸中止症。那小孩子有呼吸中止症，很多都是局部确实有扁桃腺比较大，他做手术的效果比较好。不过还是要经过评估。其实本来问题有打鼾的那个症状的患者，他睡的姿势有没有差别？比如说侧睡。跟那个一般正常的仰卧睡觉，或是趴睡，这个他的症状轻微跟那个反应会不会一样？还有就是说，他那个有打鼾是跟你讲胖瘦有关系吗？我觉得记者朋友都是非常的专业啊，这个题目非常重要。打鼾的确平躺的时候会更大声，因为你的舌头。你的一些软组织、上呼吸道都会利用有重力就会垂下去，所以侧睡会改善。但是现在医学讲求实证医学，早期的打鼾怎么治疗？我向各位报告，就是呢，第一个在后面缝个口袋，我们男生比较打鼾，放个网球，那你会觉得台语叫掂掂就会侧睡，侧睡就会改善。但是医学在进行实证医学，就实际的做很多临床研究，发觉这个侧睡改善的程度相当有限。也就是现在这个侧睡呢，几乎已经不认为是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刚刚说会不会改善？会，可能它指数是从重度的变成重度的里面的比较轻一点的，还是重度。
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是单纯打鼾没有呼吸中止症，我想测试就会改善。那你第二个问题是？说那个有打鼾的那个跟身材的那个，比如说胖的比较容易打鼾。胖的，对，的确，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其实几位医师我们都在做一些基因的研究，胖的人比较会打鼾，大家都知道了，中年肥胖男性啊，但是你看看在那些美国的影片啊，那个欧洲的、英国的影片，那个打鼾的人都是中年肥胖男性，但是你仔细看台湾的影片啊，比如说刚刚于副院长说他打鼾，我自己也是打鼾很大声啊，我吵到我的家人，就是他都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看我们有很胖嘛，我们至少没有那么胖，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我们的这个华人的打鼾，可能一部分是跟我们这个蒙古脸的结构有关，所以可能是基因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要说等到你看起来是肥胖才可能有呼吸中止症，我们也看到很多很瘦的，结果它是很严重的呼吸中止症。那你刚刚讲到那个呼吸中止是要终止多久才叫做危险？这也是很好的问题。我们一个晚上呼吸中止，只要超过我们有一定的时间，我们等一下到上面可以做个说明啊，要超过一定的时间，然后呢氧气要到一定的掉到多少以上，我们就称为一次。那一个晚上可能几百次，对不对？那几百次之后，我们把它除以你总共晚上睡觉的时间，那就变成一个平均每小时几次。那这种平均每小时几次，我们就换算叫做睡眠呼吸障碍指数。那这个指数就可以互相做比较来评估疗效。比如说5以下，每小时5次以下，平均就是正常；5到15称为轻度，15到30称为中度，30以上就称为重度。那台湾呢？我刚刚特别提到，台湾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福利国家，它是全世界唯一给重度，那它是定在40以上的。经过1年疗效有限的，而且很规律在治疗的病患呢，是给他残障手册。这在全世界是没有这个把我们这种打鼾的男生当做残障，当然残障手册也有很多的好处了。那这个就如果你们有兴趣，上面还可以再做说明。那个只是那个其中一些。那待会是你帮我们分析吗？还是？我会照跟大家讲。对，原则上大家就是拍这一部分。这一台现在显示的是什么？它的那个。对，所以现在目前第一个大家看到，这个好像很多波形嘛。对啊。这个其实可能一开始看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是说我们刚才徐师有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像睡眠多项生理检查。所以多项就是说多种频道、多种讯号。那这个一般来讲，我们会包含很多个部分。比如上面的部分的话，这边会包含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脑波，就是我们会连接一些电极，然后它这样可以记录，就是说你睡着的时候的脑部的一些电气的一些活动。那我们那个各个阶段的那个睡眠，比如说你现在在清醒的时候，或者是说睡着的时候，我们其实脑部的那个电气活动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在比较正常，比如比较清醒的时候，这个波形，然后它有些可能会稍微比较，我们看一下就是前面的部分，就说这个是比较清醒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波好像比较密集，这样的情形。那接下来就是说你那个慢慢睡着之后，比如说比较深度的睡眠，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好像这个有比较慢，还有比较大的这种波出现，所以可以看到上面这些这种比较大一个波出现的。那个是属于熟睡的阶段吗？对，就是说比较深睡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波出现这样子。那第二个，其实我们除了就是说脑波以外，那我们会记录一下我们的眼睛，这个会不会活动的情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都有听过那个叫快速动眼期，快速动眼就是眼睛会这样，就是乱动的一个情形。所以有时候你可能注意看你的那个枕边人，如果睡着半夜醒来看到眼睛这个在动的时候，这个他可能已经进入那个大快速的情形，会比较跟我们那个浅睡的时候的脑波比较接近。就反而就是说你在我们这个做梦的时间比较常见是在那个快速动眼，就刚才讲那个眼睛乱动的这个时间。但是其实我们在眼睛这个乱动这个时间，其实我们脑部并不是完全睡着，它不是，反而它这时候的那个，如果说你这时候去做我们像刚才那个徐师说有一个叫功能性的核磁共振，可以发现那个脑部其实很多地方它还是蛮活跃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对，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说原则上我们就需要有很多的讯号，比如说你可能就是需要有脑波、有眼睛的
那个动作。那其他刚才讲，因为今天主题是那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啊，所以最主要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讯号。比如第一个，它这边的话，比如说它会不会打鼾？哦，比如像这个它是类似有一个讯号的嘛，哈，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这个病人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是有打鼾，你可以看到这个平平顺顺的，它是类似记录一个声音嘛，那个。不好意思，那个这样的情形哈，它其实就是会有类似这样的波形出现。那其他有的会看它那个呼吸哦，这种它流动的一个情形。因为刚才讲那个呼吸终止或是太浅，它就是说你这时候呼吸会停掉，哦，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它那个像那个睡觉这个呼吸的波，因为正常你这个就是会进出嘛，哈，可以看到这个是比较正常呼吸的时候，但它比较平的时候，你看，这个表示这时候它的呼吸就是有比较浅或是停掉的这个时候。好，那其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会看那个它的胸部跟腹部，它这个会不会正常的那个起伏？因为我们那个目前的那个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你，它可能就是东西塞住的感觉嘛，就是说你睡觉的时候，这时候呼吸道会塌掉，但是原则上这时候我们还是会挣扎，所以我们这时候挣扎的时候，我们那个胸廓就会拼命的想要呼吸，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那其他最下面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血氧浓度，那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氧气才可以活嘛，所以这个血氧浓度如果说你降太低，比如说有些人是像那个慢性灰地，他可能比如你走路的时候可能就会喘嘛，你长期缺氧，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比如在路上昏倒，你可能有些人是急救，急救完之后你缺氧太严重，有些可能虽然有救回来，可能像变成像植物人这样的情形，所以基本上这个缺氧的时间太久，对我们这个全身脑部这些都是会一种伤害这样子。医师，我顺便问你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在睡觉是门开着比较好，还是不要有空气是要开的，还是要关着窗户？你说平常那个会不会缺氧啊？缺氧，这个跟氧气有没有关系？你说我们里面的房间里面吗？空间，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大部分还是会建议是有流畅的嘛。对，因为你如果说你都是密闭的一个空间，至少大部分我们就算你房间关起来，你还是有风啊，它也是会气流会流通啊。但是因为我们正常的话，我们都需要氧气，会呼吸嘛，所以会排出二氧化碳。如果说一个密闭的空间，如果说太久，其实你可能那个二氧化碳的直接可能就会太高这样子。OK，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记者朋友过来那刚才已经有拍到的那个可能可以当机会给那个。好，那我医生就帮我们就是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仪器部分对那个呼吸中止症的病人的部分的一些治疗。OK， 小金呢，就简单介绍一下。OK， 那这个所以我拿掉。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高一的睡眠检查室。那我们这边总共有6间睡眠检查室，那配备大致如大家看到的。那我们尽量把这个环境弄得相对比较像是不在医院了哈，让大家能够放松的进来做一个完整的睡眠检查。那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边就是我们的睡眠机器检查机器。那原则上它其实都是一些侦测的一些设备，主要我们在侦测的部分，它是一个多频道的侦测，所以我们要侦测脑波，我们要看一个病人睡的分期如何，是不是一直处于浅睡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侦测就是所谓的呼吸部分，包括阻塞型或中枢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所以在呼吸的部分，我们大概有几个部分要侦测。第一个，我们会在口鼻的部分有一些气流侦测器。那这些气流侦测器会首先让我们知道这个呼吸有没有终止，那再透过我们的胸腹的侦测带来确认这个终止是来自于阻塞型的，是不是上呼吸道的阻塞。那如果是阻塞型的话，胸部会持续起伏，但是我们的口鼻没有气流通过。如果是中枢型的，一般中枢型跟比如说像跟心脏病有关，跟中枢神经的疾患有关，那这个时候这个气流停止的时候，我们胸腹也会跟着停止，这是第一个。那当然，这个侦测的部分，我们还合并有看这个我们的血氧浓度。那这整个机器看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你有没有呼吸中止，你是哪一种的呼吸中止，你的呼吸中止有没有伴随着严重缺氧，你呼吸中止的频率有多高。刚刚徐医师提到，我们以每小时做单位，5次以下我们认定是可接受的范围，5次到15次每小时我们认为是轻度，15到30次我们认为是中度，30次以上每小时30次以上，各位想想看，2分钟就呼吸中止1次，那是一个重度的所谓的呼吸中止症嘛。那当然，睡眠障碍是不是只有呼吸中止？其实并不是，还有一些所谓的运动障碍，比如说大家曾经有看过，比如梦游的，
磨牙的，这个都是其他的呼吸这个我们的睡眠障碍。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比如说可能各位记者先生朋友以前听过，就是晚上做梦做到一半会起来打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把梦境表演出来的叫做快速动眼期睡眠障碍，甚至晚上脚会抽动的，这些都是睡眠障碍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后面这边也会有一个 monitor， 我们当然不会把病人的一个隐私做一个很精确、很 detail 的一个 capture， 但是我们可以捕捉到他一些不正常的手脚运动。那我们透过脑波的分期，可以知道他在哪一期，是不是跟可能做梦有关，然后来做一个分类。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鼾声的侦测，我们还有脚底手脚动作的侦测，这都是整套的睡眠，我们叫多频道检查这样子。所以这个仪器主要就是针对检测它所有的这些项目。那因为我们叫多频道检查，就是不会只有专注在阻塞性或者是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我们是一个全部的巨观的整个睡眠的结构、睡眠的障碍，包括是呼吸的部分、运动的部分、分期的部分，我们都会做一个整套的一个评估，这样子。对。所以隔壁我们刚刚看到那些电波，就是这些仪器。对，就是这些仪器做出来的。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波形。那这是因为我们叫多频道，就是因为它有不同的侦测的一个这个重点在，所以是多频道的侦测。可不可以稍微介绍这个干嘛？就是大概介绍。大概介绍。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放在这个我们的气流有2个部分哈。那我们主要是侦测一个鼻道、一个嘴巴的呼吸部分。好，那可以看到吗？可以。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脑波的部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几乎都是侦测线了哈。那只是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侦测器不太一样。好，那这2个是胸腹的，也就是我刚刚提到，当我们的这个机器侦测到你的气流停止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你是塞住呢？还是我们怎么知道你是这个其他的部分出了问题，比如这个主机出问题了，那就不会呼吸，那我们就靠这个来做分界。那这个是一套的哈。那再来的话，我们看这个部分就是血氧的部分。如果大家有看过，大概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夹着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大概是看你的身体胃部的这个位置。就我们刚刚徐师提到，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侧睡比较好，还是正常比较好？有的人真的是侧睡比较好，有的人侧睡也不会进步。像小朋友就常见，因为他是扁桃腺出问题，扁桃腺两边都有，不会因为你侧睡、正睡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这都是我们的侦测设备，类似像这样子。对，我们这台呼吸器的我们这台呼吸器是这台是2氧化碳侦测器，也就是有些人这个呼吸阻塞的时候，2氧化碳也会跟着上升。有一些更特别是，呼吸阻塞的时候没有缺氧，2氧化碳却上升，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个我们叫做换气不足症候群，就是用这个处理。那这台就是我们的阳压呼吸器，那基本上它是不需要接氧气的，但是呢，它是利用空气去打出一个正压的压力，有点像是把门推开一样，把塞住的地方推开一样。那当然它有不同的压力，一般在我们这个睡眠中心提供的是一个压力侦测，也就是说你需要多少压力就可以把你这个阻塞的门给推开。那我们尽量是用一个比较相对低、病人可以接受的压力去做后面的治疗，这样子。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主要是这个机器，那可能它后面会加一些潮湿器啊，或者是加热器，让你的鼻口会觉得比较舒服。那通过这个管道跟你的鼻面罩、口面罩或全口鼻面罩做连接。待会口鼻面罩如果需要这个拍摄的话，在我们的中控室那边有不同的型号，有鼻、有口、有口鼻的。那如果有人习惯是盖着棉被睡觉，这样这个就不能用了？并不会，因为盖着棉被睡觉的话，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主要是连接器，但是那个管子要怎么放，事实上是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去做。有的是这个管子出来往上、往下、往侧面都没有关系，可以调整，可以调整，它360度可以调整。对。你过啊，你过啊。彭博士气功嘛？对啊。你有去做过了吗？有，还不错。回去。有3步呢。对，我们这个不需要个资法，这个是个人直接上线。对。剧情需要的啦哈。直接陷害同事。这不算陷害，这个是让他出。